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曾派遣3位宇航员承载阿波罗14号进入太空，去探索月球。其中有一位宇航员名叫艾德加·米切尔。在他们返回地球的时候，米切尔可能是因为胜利的喜悦，心态比较轻松，于是他决定不如借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仔细观察一番地球以外浩瀚的宇宙。这一观察可彻底改变了这位宇航员的生命。他曾在采访中提到，当我把视线从近处转移到浩瀚的太空，并将自己寄身于这广阔包容的宇宙中，我突然认识到宇宙的本质与我的所学所知完全不同。我过去所理解的那些分离的天体运动知识被彻底的摧毁，我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新的顿悟，这种顿悟让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我感觉到我和飞行器外的那些行星都融为了一体。有人不相信米切尔的特殊经历，有人说他的感受或许从某些角度印证了外星生命的存在，而一些人类学家却认为米切尔感受到了佛教里的三昧体验。三昧体验通常在佛教中被用来描述一种深度的冥想境界或禅修体验，它是通过专注、冥想和内观等修行方法达到一种超越常态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可能会达到超越思维和个体意识的层面，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洞察和平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打破了所有界限，超越所有界限以后，他便能达到一种极其平静和谐的状态。后来，米切尔在美国加州成立了一个思维科学研究院，并提出了一种看法：当我们能够跳出原来的框架，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回望自己的生活时，就会发现原来固有的观念、情绪、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并且人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偏见在生活，你所看到的世界可能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一家视觉工作室请了6位专业摄影师给同一个人拍肖像照。拍照之前，工作人员分别向摄影师们描述了这个拍照对象的身份：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救生员、囚犯、渔民、灵媒、成功戒酒的酒鬼。之后，6张肖像照被挂在了一起，每一张照片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肖像主人的身份，但这6个身份其实都不是被拍摄者的真实身份。可是摄影师们居然拍出了6张迥然不同的脸。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认定为某种身份时，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因为当我们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事物时，我们总能找到证据以佐证自己的猜想，而最后总结出的所谓的事实也就如同我们臆想的那样。比如，你的直觉认为同事 A 讨厌你，你越想越觉得他对待你的态度不同于其他人，于是你开始继续留意并解读其他的迹象。你发现某天你在办公室开玩笑时，其他人都笑了，只有同事 A 没有笑。你觉得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可能不喜欢你。接着的某天，你在等电梯时， A 却走了楼梯，你觉得没有错， A 一定是在有意避开你。你然后又总结出，每次你向 A 发信息时，他的回复总是很简单直接，大多数时候开门见山，不怎么问候，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你甚至还发现，每次你提出一些工作想法时， A 都会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你终于觉得自己的猜测被完完全全的印证了。你开始产生强烈的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你不断反思，为什么 A 要讨厌你呢？是你哪里得罪了 A 吗？还是你这个人就容易惹人厌呢？于是每次当一个环境里有 A 的出现，你都会变得比较紧张，你会更加在意自己的表现和旁人的眼光。最后的结果是，你成天到晚脑子里都被这些东西给占据了，工作热情降低了，精力都浪费在了自我消耗上。其实，如果你可以跳出自己惯用的思维模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比如 A 这个人的喜好、笑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所以他不喜欢你的玩笑也很正常。A 走楼梯并不是因为想避开你，他可能就是想锻炼身体，或者避开电梯里的其他人。A 说话直接，不是因为他有意对你冷淡，而是因为 A 并不是一个对社交很感兴趣的人。A 爱提出反对意见，说明他可能有批判型人格，或者他有很强的竞争意识，而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这样一来，你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你和 A 都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你们可能就不是一路人而已。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缺少缘分，更何况作为同事，这样的关系也不算多么亲密，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去顾及他人的感受。
退一万步讲，即使 A 真的不喜欢你，你也可以跳出自己原有的思维框架，将这件事想成他不能接纳你，这是他自身的功课。有些人需要很多辈子才能学会接纳一个人，这是他的心理局限，而你所能做的是不被他的局限所局限，选择接纳和尊重，允许他人有未完成的心灵功课，并带着这些功课遇见了你。近年来，随着各种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原生家庭这个词可能戳中了许多人内心的痛点。许多人觉得说，我恨我自己的父母，如果当年他们没离婚，我的心可能就不会一直处在颠沛流离中。如果当时父母没有把我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我就会活得更有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给我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我就不必如此自卑。如果父母当年对我不那么严苛，我就不必事事跟别人比较，活得如此辛苦且不能自拔。是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父母，指向原生家庭，确实有它的道理。毕竟儿时的成长环境确实对成年后的我们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是声嘶力竭的批判之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难道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永久的被创伤覆盖，再也无法翻身了吗？其实，跳出批判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大部分的父母还是会在自己认知范围内尽量提供给孩子好的资源，只不过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能也有未曾化解的创伤，他们也有自己认知的局限，会有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无可奈何，和心智成长上的不成熟。著名学者、时事评论人梁文道曾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但也正是这种种局限带给了我们成长和探索的空间。如果人没有生命长度的局限，我们便没有动力探索有生之年生命的意义。除了生命本身的局限，我们每个人又都各自有自己生活不同方面的局限，但也因为这种种局限，每个人才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而当你能试图从自我的局限中探出脑袋，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舒展一下自己长久以来蜷缩在阴影中的身体，一段全新的体验与认知之旅可能就会被开启。跳脱出固有的偏见和狭隘观点，会让你感到更轻松和自在，会促使你去接触不同的人和文化观念，于是你会得到更多拓展自己视野的机会，从而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你不再甘心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你便能用更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他人。你愿意倾听他人的故事和经历，体会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仅仅依据表面的印象做出评判，从而动不动就与人划清界限，导致自己的圈子越来越窄，生活越来越被束缚。美国作家、成功学专家拿破仑·希尔曾说：我们唯一的局限就是那些我们自己在内心设立的局限。局限思维所体现的不是愚蠢傻笨，也不是孤陋寡闻，而是一种徒劳无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源于过度保守或者害怕冒险，也可能源于固执己见或缺乏开放的心态。众所周知，苹果公司一直以来的口号都是 Think Different， 它一个字没提科技，却道出了关于苹果的一切。看起来有点奇怪，这些天才们好像是在拥护他们的产品，但从更大的层面上说，他们是在拥护一种精神。 Think Different 是在向独立致敬，向敢于做自己，敢于打破常规，去创造新天地的人致敬。当你愿意走出自己思想的牢笼，你可能就会迎来重生的机会。你会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虽然羽翼未丰，虽然新的路径可能会有风险和挑战，但你却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无限的可能。也许你会问，我一个人改变有什么用呢？可是幻想改变别人和环境，真的只会让你不断的失望。若是能将他人看成你的一面镜子，促使你去学习和成长，那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可能会逐渐改变。由此，你周边的人也会被你的积极能量所带动，甚至更进一步说，原来困扰你的问题本身都有可能消失。思维的局限往往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禁锢，它可以限制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逐渐腐蚀我们理性行动的能力。生活可能会扔给我们各种挑战和困难，我们允许自己抱怨和愤怒，但不该陷入无休止的循环，停滞不前。勇敢地跨越思维的界限，拥抱多样性和变化，你会发现生活中永远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和美妙。薛定谔梦见猫，好奇心连接你我。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